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格雷。之前跟大家聊关于触控笔的体验，似乎大家都有觉得当盘子的感受。这一次，我帮你，我告诉你哪个键盘是真正的兼顾了兼容性与永续发展的键盘，而且很意外的，它也是原厂提供的键盘哦。没错，今天我们要开箱的就是这个 USB-C 的巧控键盘。为什么现在才告诉大家呢？因为它之前都是 Lightning 的接口，而 iPad 大部分是 Type-C 的接口。我是不太想出门带那么多款线了，所以我也一直等着它推出这款 Type-C 的接口。终于等到它出了，它才变成我心目中的最佳解。噔噔噔。所以我们快速的开箱，30秒内结束。因为今天主轴是要跟大家分析为什么它可能是你的最佳解。刚刚快速的开箱完毕，那我现在开始跟大家分析每个键盘。选手一共有iPad 的巧控键盘，大约是9900元。第二个 L 家的 Combo Touch 大概是6500元。第三个 M 家的触控键盘大约是3500元。最后我心中的黑马，唯一的冠军巧控键盘 USB-C 加巧控盘 USB-C 加 Smart Folio。等于3000加3800加2600，9400元。以上介绍完各个选手与价格，我一个一个告诉大家。以下比较残忍一点，我会直接点出我使用的时候感受到的缺点。第一个 ，iPad 巧控键盘。首先，我没有买它，但我朋友有买，它有就有用。一个我认为相当完美的产品，保护功能有，键盘跟功能键也都非常搭配，触控板的使用体验也非常不错。它唯一的缺点也不是它的缺点，是我荷包的弱点，所以不是它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。但讲到这里，好像它很完美，误会了。因为大家可以去官网看一下，现在 M4 的 iPad 使用的巧控键盘，就是一个新的系列的巧控键盘，它跟之前 M1、M2 的 iPad 并不兼容哦。所以我原本觉得它天衣无缝，但它恰巧碰到了兼容性的障碍。试问啊，如果你原本用 M2 的 iPad 想要换成 M4 的 iPad， 但因为 iPad 更新了，所以你原本万把块买的巧控键盘直接泡水，它就算是完美的产品，也瞬间变得毫无功能，是不是让人家觉得难过？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有着致命瑕疵的完美艺术品，真的很可惜。接着我们来聊聊第二个 L 家的 Combo Touch。一开始我买它主要也是不希望我原厂10000元的键盘直接打水漂，所以我就想着买着低配版的，至少不会那么痛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我至少选个肉少点的地方吧，比较过得去。我这个键盘使用的不久，大约真正在使用只有1个月的时间。它需要下载一个 App 来进行键盘软体的更新，那它确实也有满足我认为它低配版的需求，只不过它整体的重量稍微略重了一点，即便我使用的时间不长，我也发生了几次使用过程中发现与 OS 冲突的状况。当然不是死机，它就是要休眠再唤醒才可以恢复正常。但作为一个专业的工程师，其实不太能接受不稳定的状况发生，而且重量略重，所以对我来说，它好，但它不够好。毕竟适配性在各行各业各个产品都是一个重要的指标。第三个，我们来聊聊 M 家的触控键盘。1-2年前，我看到这类的产品，相当的兴奋，因为对于工程师而言，你不需要伸手去拿滑鼠，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效率的事情。当工程师在做一个实验，你可以减少伸出右手去控制滑鼠，真的是令人感到幸福的。但惊喜往往在后面。作为键盘打字写程式，毫无疑问它很棒，但当你的手轻轻放在键盘上面的时候，它的演算法的防误触功能就是那么可惜的让人失望了。因为我好几次双手轻触键盘的时候，稍微移动，它就认定我在使用触控板，所以导致于鼠标移动，而不是停留在我打字的地方。接着由于键盘跟触控板的结合，所以它在键盘之间一定会有缝隙。
身为一个触控工程师，我可以了解到它的物理结构，就是一定存在着缝隙，即便补得再好，也是缝隙。而这种边缘的演算法写得好，可以适合90%以上的人，但就是一定会有例外。所以当你使用触控板的时候，如果是非精准操作，我认为完美。但当你要精准操作的时候，例如 iPad 剪片之类的，我想它确实有点不足，所以我只能说我非常喜欢这类的创意产品，但还不到时候 ，not yet， 所以只能希望它未来更加的健全。最后来讲讲我心目中的黑马，唯一的冠军，对，就是原厂的散件套。缺点很简单，散装携带不易啊，但我认为这个很好被克服。因为你出门都想要带键盘了，你高概率会带着包包，所以你只要买个笔电包，你就可以一次把它全部都带走。接着我们来聊聊优点，兼容性。从 iPad mini 到 iPad Pro 13寸，连 Mac 系列都给你兼容了，谁还能比它更兼容？我相信只要你的键盘不坏啊，用到天崩地裂，它都还能继续用。所以这里不只包含了兼容性，也包含着延续性，真正意义上的环保。接着适配性，由于它是原厂提供的键盘，所以它的功能键也几乎在 iPad 上都能使用，适配性更是不用担心。至少我用到现在，没有出现过异常 OS 的状况。那 USB-C 的重新设计，确实又要让我重新买键盘，但这个是我希望出门只带一条线。如果不是这个原因，我可以继续用我的 Lightning 键盘，也是头好壮壮。前面聊到的散装缺点啊，其实对我来说反而是个优点，因为散装而且蓝牙，所以我可以把键盘跟触控板放在我使用起来更舒适的位置，而且触控板超巨。你说以上的描述，不让人家觉得它就是那最佳解吗？而且它还比原厂整合的触控键盘还便宜。所以各位朋友，如果你有考虑要买 iPad 的配件，你也还没买下去，不妨按照我刚刚说的考虑。喜欢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我们就交给演算法的卓越。我是各位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